今天会告诉大家如何去制定你的社交媒体行销计划，让你从零开始去吸收流量，去增加曝光，从而给你带来收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每周我来这里分享社交媒体、网络创业以及个人品牌打造的内容。如果你感兴趣的内容，欢迎订阅频道，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，就能够接收到最新影片通知了。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，社交媒体是一种快速增加流量、快速增加曝光度的途径，所以有很多人开始把线下的生意转到线上，或者是自己线下的生意配合上社交媒体，进行更大规模推广。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，我自己深有体会。从去年3月份开通了这个频道之后，随着流量增加，有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这个频道，认识到了我。如果没有社交媒体，我是无法做到这样的。所以相信如果你正在看这部影片，我想你一定想通过社交媒体去开始进行行销，或者是你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，但是效果并不理想。这期内容我教你如何制定适合你的社交媒体行销策略，来让你增加曝光度、增加流量，并且给你带来收入。首先，第一步就是观察你平时使用社交媒体时候的行为。我相信有很多人在平时使用 IG 或者 YouTube 的时候都是没有过多思考的。其实，在我们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一想，为什么我们会想分享这个贴文？为什么我会想点赞这个贴文？为什么会从头到尾看完这部影片？这些内容如果能够让你做出一些行为，或者是影响你的一些行为，就证明了这些内容有吸引观众点。所以，当你有意识的意识到这些之后，你就能够把这些吸引人的点运用到你的行销策略里面。这样你就会知道观众喜欢什么，他们对什么感兴趣，你应该制作什么样的内容。第二步就是你要知道你的社交媒体行销目标，并且这些目标会怎样影响到你的内容。举个例子，例如你是一名室内设计师，如果你想增加你的曝光度，你就可以分享你平时工作状态，你是如何与客人交流的。你也可以分享一些你的作品的前后对比，例如你帮助你的客人设计新的专业风格，或者是你分享一些你的灵感。如果你的目标是分享更多室内设计的资讯，你可以分享今年的设计流行风格，今年的设计趋势。你也可以分享一些室内设计小技巧，例如你如何把一个小小的房间经过布置之后，给人看起来更宽敞的感觉。你也可以分享一些实用的家居产品，使用之后能够立马提升生活的质量。如果你想把观众转化成你的客户，让他们购买你的服务，你不仅需要展示出你的作品，同时也要分享客人与你合作的经验，提供更多的反馈。如果你想提高销售，例如你有个室内设计的课程，你就要展示给你观众这个课程适合于哪些人，是适合零基础的新手，还是适合已经有一定经验的人，并且在他们完成课程之后，他们会达到什么样的目标。这样观众就能够清楚的知道这个课程是否适合他们。这里建议大家根据自身的情况去制定这些目标，并且这些目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例如，如果你刚开始，可能你前3个月的目标就去吸引观众、吸引流量，增加自己的曝光度。等你积累一定流量，增加了曝光度之后，你就可以转化成下一个目标，可以是销售你的产品或者销售你的服务。在你知道了自己目标，知道了自己要制作什么样的内容之后，第3步就是你要尝试不同内容形式。现在在社交媒体上，你可以发非常多种的内容形式。就拿 IG 这个平台来说，你可以发 IG 的限时动态，你可以发 IG Reels， 可以发 IG TV， 你可以发 IG 贴文。在 YouTube 上，你可以发 YouTube 影片，你可以发 YouTube Shorts， 你可以发视频贴文，你可以 YouTube 直播等等。所以在不同平台上，你可以发非常多种内容形式。这里我建议大家，你不需要在所有的平台上都发内容。有2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就是你没有这个时间，第二个原因就是这样的效益并不高。如果你打算发短内容形式，并且更好的与观众互动，你可以发 IG 贴文或者是 IG 限时动态。如果在 YouTube 更多的是长内容形式，你可以分享更深层次的内容。在初期，我建议大家尝试不同内容形式。有可能你认为一种内容形式表现会好，但其实是另外一种内容形式。例如在我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有同时经营 YouTube 频道和 IG。在那个时候，我每周发2到3部 YouTube 影片，更新 IG 贴文4到5次。在持续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发现我的 YouTube 频道成长更快，影片观看量也不错，观众互动率也不错。反观 IG 并没有注意到很多观众，互动率也不高。我当时会认为 IG 贴文更容易吸引观众进行互动，然而并不是，这只有在你不断的进行尝试之后才能够得出结论。在你发了一段内容之后，你就要去分析你的社交媒体，去分析它的数据。现在你已经发了很多内容在社交媒体上，你就已经有足够的数据去做分析，去做比较。例如在 YouTube 上，你发了一部影片，这部影片得到了很多观看量，并且互动率也不错，观众有点赞和评论，这是会给你一个信号，观众喜欢这部影片，喜欢这部影片的话题。如果你想吸引更多的流量，就要继续做类似的话题，去不断满足观众的需求。同时，你也可以去观察这部影片的后台数据，去观察这部影片它的流量是从哪里来的。如果是从 YouTube 首页上来的，
你就要去看看这部影片的展示点击率。一般展示点击率高的影片 ，YouTube 更偏向于把它展示在 YouTube 首页上。如果是从 YouTube 搜索来的，你就要去看看观众是搜索哪个关键词搜索到这部影片，这样你在之后就可以围绕这个关键词制作更多的影片，继续吸收流量。如果你也有在 IG 上发表贴文，但是贴文的触及率都很低，这个时候你就要反思，为什么你的贴文触及不到观众？是因为你发布的时间不对，观众在那个时候都不看 IG， 还是因为你使用的标签不对，标签流量都很少？这些你都能够从后台数据里面分析出来。在你经过一段时间体验不同的平台，在不同的平台上发布内容之后，你就会逐渐感觉到哪个平台更适合你。所以第5步就是你要确定的主平台。有的平台是属于长内容形式，像是 YouTube、Podcast。这些平台内容形式能够让你很好的传递更深层次的价值。通过这些内容形式，你能够很好的建立起你的个人品牌。同时像 YouTube， 它又是一个搜索引擎，所以观众很容易搜索一些关键词，就搜索到你的频道，搜索到你的影片，从而给你增加流量。像 IG 是属于短内容形式，并且观众互动率很高的一个平台。在 IG 上，你可以和观众及时的互动，你可以发 IG 限时动态、IG 贴文，并且可以 DM。你能够及时更新你的状态，在 IG 你能够更好的提高你和观众的互动率，不像是 YouTube、Podcast， 你需要提前准备好内容。可能你喜欢制作影片，你喜欢展示出更多不一样的内容，那么你就能够选择 YouTube 作为你的主平台，同时把 IG 作为辅助的平台，与观众更好的交流，让他们能够了解在镜头背后的你。在选择好主平台之后，你就开始重视内容的质量以及更新频率。如果你想让别人追踪你的 IG、订阅你的 YouTube 频道、订阅你的 Podcast， 你的内容就是要有质量的。你需要让观众能够从你的内容里面得到价值、得到信息，可以是娱乐价值、信息价值、教育价值等等。你的内容不能是随便制作的，观众在看完之后觉得他们浪费了时间，这样他们就不会继续关注你。第2个就是更新频率，更新频率很重要，社交媒体都希望你更新越多内容越好，产出越多精彩的内容越好。当你能够保证内容质量，并且更新频繁之后，你的平台就会给你更多的曝光度，因为你在帮助这个平台吸引观众留在这个平台上。但是不要因为这一点，就在一开始的时候把更新频率设定得非常高，例如在 YouTube 上每周更新3部影片，在 IG 上每天更新1部贴文，这样你会发现你会很难坚持下去，你会很快达到自己的极限，之后你就会完全丧失创作的动力，很难再继续坚持更新下去。所以你的更新计划需要根据你自身的情况，如果你还在上班，还在上学，理想情况就是你每周更新1部 YouTube 影片。如果在持续一段时间之后，你感觉习惯了，并且你有余力，你可以提高你的更新频率到1周2次。如果你想持续的通过社交媒体给你带来流量，给你带来曝光，最后给你带来收入，你就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建立起你的品牌意识。你需要知道你的品牌是什么，你的品牌的受众是谁，并且你如何让你的品牌在同领域里面突出出来。当你有了品牌意识之后，你所做出的所有内容都是围绕这个品牌的。你会更加清晰你需要做什么样的内容才能够让观众了解你的品牌，才能够让他们记住你这个品牌。现在社交媒体的竞争越来越大，如果你想要让观众记住你这个品牌，你就必须建立一个突出的品牌。毕竟现在信息太丰富了，观众很难选择，唯独只有你做出差异化，做出不同，才能够让观众记住你的品牌。希望这期影片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了解如何制定社交媒体行销策略，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们是否有制定过社交媒体行销策略。如果想通过 YouTube 去吸引流量，去建立品牌，我准备的这些影片能够很好的帮助你达到目标。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个赞。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社交媒体的内容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打开旁边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